坦桑尼亚是东非面积最大的国家。坦桑尼亚于1964年由当时的坦噶尼喀和桑吉巴尔两个独立国家合并而成，其中坦噶尼喀大陆覆盖了合并领土总面积的99%以上。坦桑尼亚是人类发源地之一。早在200万年以前，人类的祖先就在坦桑尼亚北部一带生息繁衍。大约1万年前，坦桑尼亚进入新石器时代。中部地区的岩壁画记录了当时人类狩猎生活的情景。公元前1000年左右，库希特人的一支从埃塞俄比亚高原南下，进入坦桑尼亚北部。他们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农业活动的遗迹。有关坦桑尼亚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公元1世纪的红海回航记。随着同阿拉伯半岛、波斯湾和印度等地海上贸易的发展，坦桑尼亚沿海出现了许多商业市镇。7至8世纪，阿拉伯帝国崛起以后，阿拉伯与东非海岸之间的贸易往来，导致在现今坦桑尼亚大陆的沿海和内陆地区出现了阿拉伯人定居点。阿拉伯人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，形成新的斯瓦希里文化。许多穆斯林城邦国家就是在阿拉伯定居点上演变而来的。其中的基鲁瓦由于控制了南方索法拉地区的黄金出口，在14至15世纪达到繁荣的顶峰。当时基鲁瓦等城邦是印度洋古代贸易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基鲁瓦等城邦城市建筑可同当时欧洲城市媲美。15世纪末，葡萄牙人到来后，阿拉伯人的地位逐渐被削弱。由于葡萄牙殖民者强占了今莫桑比克境内的索法拉产金区，基鲁瓦等沿海城邦逐渐衰落。17世纪末，葡萄牙对东非沿岸的控制受到阿曼人的挑战。1696年，一支3000人的阿曼舰队南下东非，攻克蒙巴萨，占领桑吉巴尔岛。18世纪，基鲁瓦和桑吉巴尔等地一度摆脱了葡萄牙和阿曼的控制。到18世纪末，阿曼又占领基鲁瓦和桑吉巴尔。阿曼苏丹苏尔坦其后将首府由阿曼本土的马斯喀特迁至桑吉巴尔。1856年，苏尔坦死后，他的2个儿子分别承袭马斯喀特与桑吉巴尔君主之位。桑吉巴尔苏丹国因此与阿曼本土分离。19世纪中后期，西方列强掀起瓜分非洲的狂潮。1886年，坦噶尼喀成为德国的殖民地，而桑吉巴尔则在1890年沦为英国的保护国。1891年，德国政府接管了德国东非公司在坦噶尼喀的行政机构，任命总督直接统治。德国的殖民征服与掠夺激起了坦桑尼亚人民的强烈反抗。1888年，北部沿海地区爆发了阿布希里领导的反德起义，在南部地区，姆克瓦瓦率领赫赫人对殖民者进行了顽强的抗争。1894年，起义军首府被殖民军攻陷后，1905年，坦桑尼亚南部广大地区各族人民举行了马吉马吉起义，这是近代东非规模最大的反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。德国对坦噶尼喀的占领加剧了英德在这一地区的矛盾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英军占领了坦噶尼喀。战后，根据凡尔赛合约的决定，坦噶尼喀划归英国统治，称坦噶尼喀保护地，整个坦桑尼亚由此变成英国殖民地。英国殖民当局颁布了土著权利法和土著法庭法令，继续推行间接统治。1926年，英国又召开了主要由欧洲殖民者组成的立法会议。1929年，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成立，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组织的出现。二战后，经过长达10余年的不懈抗争，坦噶尼喀在1961年12月9日获得独立，而桑吉巴尔则在1963年12月10日获得独立。1964年4月26日，遵照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，坦噶尼喀、桑吉巴尔完成合并，并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。坦桑尼亚在开国总统尼雷尔的推动下，于1967年2月实行了乌加玛运动。尼雷尔政府将乌加玛作为指导坦桑尼亚国家发展的哲学。尼雷尔主张把将散居的农户迁移到新村集中居住，通过全员集体劳动，取消私有制，实现各种经济部门的完全国有化。实事求是地说，乌加玛运动不仅严重挫伤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而且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创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因尼雷尔继续支持1971年被阿明废除的乌干达前总统奥伯特，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关系紧张。尽管双方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，但1978年，阿明的军队进入坦桑尼亚西北部，
占领卡盖拉河以北领土。1979年4月，在乌干达流亡者支持下，尼雷尔派兵占领乌干达首都坎帕拉。1985年，尼雷尔辞去总统职务。同年10月27日，姆维尼接替尼雷尔成为坦桑尼亚新任总统。姆维尼接手的经济深受资源匮乏、坦桑尼亚农产品国际价格下跌、石油价格上涨以及管理低效等因素的困扰。尽管姆维尼承诺将遵循尼雷尔的自力更生政策，但他很快意识到其前任对外国援助的抵制已难以为继。1986年，姆维尼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。1995年11月，姆卡帕接替了姆维尼，成为坦桑尼亚新任总统。姆卡帕延续了其前任推行的经济改革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，到21世纪初，坦桑尼亚本已脆弱的经济和粮食供应因来自邻国卢旺达、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数量激增而更加紧张。经过10多年的筹备，坦桑尼亚、乌干达和肯尼亚于2005年成立了东非共同体关税同盟，旨在刺激该地区的经济活动。2015年，在贾卡亚，基奎特总统10年任期结束后，约翰·马古夫利赢得总统大选。2021年3月19日，马古夫利病逝后，副总统哈桑成为新总统。她是坦桑尼亚首位女总统。时至今日，坦桑尼亚依旧是个贫困的农业国家。虽然近年来旅游业、工矿业在坦桑尼亚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，但坦桑尼亚距离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。